俄罗斯也没有想到报复来得那么快那么猛。之前俄罗斯创纪录向乌克兰发射了75架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多个地区。现在报复来了，21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等地，俄军后勤被严重打击。11月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俄军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和库尔斯克州发射75架无人机，分批次攻击基辅等地。乌军防空导弹部队击落71架无人机，拦截率 94.7%， 还击落1枚 Kh-59导弹。有意思的是，被击落的无人机中还有黑色的见证者136。按照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的说法，俄军黑色的见证者无人机含有吸收雷达讯号的涂料，目的就是突破乌军防空网。不过就实战情况来说，好像也没什么用。俄军当时发射的见证者136几乎被乌军全歼，超高的拦截率也就意味着损失很小。基辅市议会表示，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受伤，基辅77栋住宅楼与120个机构断电，不过现在已经恢复。虽然俄军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创下一个新纪录，但是与去年相比，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已经脱胎换骨，俄军已经没办法像去年那样威胁乌克兰，而且乌克兰也不是打不还手的性格。在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基辅后，乌军第一时间就选择实施报复，向莫斯科发射无人机。11月26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实施长达6小时的无人机袭击，约35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图拉、斯摩棱斯克等地。按照俄罗斯自己的说法，那就是全部拦截，毫发无伤。11月26日，俄罗斯宣布击落21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称，所有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或严重损坏。俄罗斯国防部则是表示，莫斯科、图拉、卡卢加州的防空系统顺利击落敌方无人机。不过实际上的结果远没有俄罗斯说的那么顺利。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弗努科沃与多莫捷多机场暂停运营，莫斯科街头的输电线路也被无人机击中，引发大火。车里亚宾斯克托拉机场的变压器也被击中，之后发生火灾。该厂是专门为俄军生产发动机的，看来俄罗斯也要适应冬天停电的节奏。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能做的只有一个，增加防空系统的数量。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早就说过，必须加强防空和反炮火系统，对俄罗斯中部关键设施的覆盖。目前加里宁格勒的防空系统已经被重新部署到莫斯科周边，只是很可惜不够。俄罗斯军方或军工联合体该挨揍还是挨揍。这段时间，俄本土多家军工厂、导弹生产车间、军事单位持续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目的只有一个，削弱俄罗斯持续作战的能力。同时，乌克兰国防部测试了6家乌克兰制造商的无人机在电子战影响下的工作情况，其中1家制造商已经准备好扩大生产规模。目前，乌克兰有数百家制造商独立开发新型无人机。接下来，乌军对俄本土的打击只会越来越多。值得一提的是，乌军在前线的战术跟这差不多。袭击霍尔利夫卡的目的就是打击俄军后勤，从而削弱俄军攻势。霍尔利夫卡是俄军向阿夫迪夫卡北翼补给的重要地点，也是俄军物资中转、伤兵、弹药后勤的转运点。经过这段时间的打击，乌军已经逼近市区，并且成功炸毁该地区的一座桥梁。这也就意味着乌军使用炮火和无人机控制霍尔利夫卡、顿涅茨克高速公路。同时，阿夫迪夫卡北翼俄军装甲部队和预备队还未到达斯特波维，就被摧毁 60% 以上。本质上来说，俄军进攻霍尔利夫卡其实就是在阻止俄军继续进攻阿夫迪夫卡北翼。该地区的后勤几乎完全依靠霍尔利夫卡。这点很好解释，按照火力军的理解来说，乌军的计划应该就2步。第一步，切断霍尔利夫卡与阿夫迪夫卡之间的联系；第二步，迫使俄军调动预备队投入霍尔利夫卡，来确保后勤补给线的稳定，而不是继续进攻。目前第一步的计划比较顺利，除了远程打击外，活跃在俄军后方的游击队也在不断骚扰俄军补给线。有消息说，乌军已经炸毁霍尔利夫卡地区最重要的一座桥梁。之后，俄军想要支援阿夫迪夫卡，要么选择更靠近战区但也更危险的路线，
要么绕道顿涅茨克进入战区，后者几乎毫无意义。俄军只能选择较短但也更危险的路线，但这条路线几乎全程被乌克兰无人机监视。在乌军炮火攻击下，俄军损失率直线上升，很多俄军装备还没到前线就被炸了。这也是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减少使用坦克和步兵战车等重装备，更倾向于使用步兵冲锋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步计划也在顺利进行，切断后勤之后，乌军在霍尔迪夫卡的矿渣堆附近对俄军展开炮击，火力逼迫俄军调整部署，从而减轻乌军在阿夫迪夫卡的压力。乌军在霍尔迪夫卡部署一个旅就能牵制俄军数个旅。至于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现在遭遇了乌军反攻初期遇到的问题，也就是地雷海。当然，乌军部署的雷区面积与密度自然比不上俄军在扎波罗热的部署，但是天气不一样啊。前线报道显示，恶劣天气导致俄军的重型装备，包括坦克和装甲车陷入泥泞。这个时候，乌军无人机出场，直接一发入魂。乌克兰军方的报道显示，由于无人机和炮兵小组之间的高级协调，超过60%的俄军车辆在靠近前线之前就已被摧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乌军就可以在阿夫迪夫卡高枕无忧了。火力军还记得11月14日泽连斯基在接受 CNN 采访时的话，目前阿夫迪夫卡已是乌俄战斗的中心，但在那里战斗的乌军很难挡住俄军的进攻。当天晚上，泽连斯基在讲话中又表示，俄军遭受了比巴赫穆特更惨重的损失，但面对俄军的进攻，乌军依然举步维艰。目前乌军在阿夫迪夫卡北翼的破局方式就是袭击霍尔迪夫卡，牵扯俄军的进攻兵力。阿夫迪夫卡南部，俄军占领工业区，乌军撤到阿夫迪夫卡市区。火力军猜测乌军这是主动放弃南部，等俄军穿过开阔的田野，用火炮和迫击炮、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有生力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火力军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北约援助的炮弹不够多，乌军的火力不够猛，乌俄双方在战线使用的炮弹数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炮弹与无人机的精确打击并不能直接摧毁俄军整支部队。在俄军的进攻压力下，乌军只能改变战术，不再局限于阵地，充分利用阿夫迪夫卡的攻势和地形，还有火炮、无人机优势杀伤俄军。乌俄战线上，乌军最占据优势的地方还是第聂伯河左岸。乌俄消息来源均证实，乌军正试图向 M14公路强行突破。在克林基以东，俄军正在反击，试图驱逐乌军，但迄今为止还没成功过。乌克兰的海马斯又成功摧毁了左岸的一套俄军防空系统。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140侦察营部队在第聂伯河左岸赫尔松地区发现了隐藏在丛林中的 BM-21，随即向后方传送了其定位坐标。之后，海马斯的火箭弹准确到达，彻底将其摧毁。可以说，俄罗斯正在逐渐失去对河岸地区的后勤道路的控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第聂伯河前线将是这个冬天最值得期待的地方。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没有 F-16驻镇，乌军的进攻压力很大。卫星地图上显示，俄军在乌克兰备战领土上已经挖掘了超过6000公里的战壕以及其他工事，其中在扎波罗热为1869公里，在顿涅茨克为1865公里，在卢甘斯克为1140公里，在赫尔松为886公里，就算是在克里米亚也有265公里。这些战壕和工事都修筑在关键地区，几乎算是乌军进攻的必经之路。复杂防御阵地加上雷区的威力，已经在乌军反攻初期就证明了俄军在防守作战中的战斗力。赫尔松方向也一样。而且乌军先进坦克的数量有点少，虽然乌克兰已经接收了美国援助的 M1 坦克，但这些坦克参与的正式作战行动很少。除了天气恶化、俄军防线坚固这些被动原因之外，乌军还故意保留了这些 M1 坦克，想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比如明年春天才会选择全军出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些问题：乌军的现代化坦克以及步兵战车的数量太少了。根据战线上的情况也能看出来，北约的这些坦克、装甲车很受乌军欢迎，防护力比乌军同类装备更好，可靠性和战斗力方面也明显更强。虽然遭受了战斗损失，但乌军的豹2、挑战者2、CV90 以及 M2 依旧能有效打击俄军前线目标。只是现在火力军很少看到这些坦克在战场的战果，不是乌军不想用，而是没办法用，家底太薄，没办法梭哈。
欧洲恢复力倡议中心创始人谢尔盖·苏姆伦尼认为，北约现代化坦克援助的太晚，而且数量太少。只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北约很难再大量提供豹2和挑战者2，倒是豹1开始出现在前线了。10月24日，乌军操作的豹1 A5首次在哈尔科夫附近亮相。德国与丹麦和荷兰合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30辆豹1 A5，计划未来将再提供大约130辆。就性能来说，豹1 A5算是一款机动和火力都比较均衡的战车，凭借其火控以及105毫米霰弹炮也有不小作为。不过豹1 A5的防御一般，装甲较为薄弱，这些老式坦克需要使用正确的战术才能发挥威力，不能像豹2和挑战者2那样参加高强度对抗。不过在对乌援助方面也有一个好消息，再过一段时间，匈牙利就没办法阻止援乌了。目前修改欧盟法定条约提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改变欧盟的投票程序，从一致同意制度转向合格多数制度。之后只需要代表欧盟人口50%以上的简单多数国家投票支持一项决定即可通过，而不是全部成员一致同意。匈牙利一票否决对乌援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同时，乌克兰已与其盟国达成协议，允许盟国军舰在黑海为船只提供护航。黑海都有北约军舰出现，而且北约联合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索尔弗兰克中将呼吁欧洲建立一个与申根区相对应的军事机构，也保证快速部署部队，应对可能的俄罗斯威胁。感恩节过后，美参众两院将重新讨论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额外资金的问题。不管结果如何，这都释放了一个信号，美国一定会援助乌克兰，只是援助多少的问题，而不是不援助。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冬季的乌俄战场会有什么其他变局？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